从2019年开始呢，我们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这里就租了一块地，大概就是17000平米左右。10年里面，逐渐会引入上海的乡土生物来恢复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。我叫郭涛然，做这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工作。因为之前我在学校的话呢，就是对生态修复比较感兴趣。毕业之后就想能成立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民间机构。基地是19年开始设计并且施工的。首先对这个土地进行了一个翻耕，抑制入侵物种的生长，否则你种别的植物它也种不活。分成了7个区域，有这个常绿林、落叶林，有这个草地，然后有灌木丛，人工去营造的一个水系，给这些鱼类啊或者水鸟或者两栖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。分了大概几十批去引入乡土的植物，大多数的昆虫或者其他动物它会自己过来，营造出不同的类型。目前这里植物的种类有300多种，两栖动物呢是有5种，还有呢就是像刺猬、黄鼬这些哺乳动物。昆虫的话就比较多，可能有500多种。鸟类的话大概80种左右。这里有个树上掉下来的鸟窝。乌冬是小区里特别常见的鸟，至少有8到10个的这个乌冬在这边筑巢，每年总能捡到1、2个，还有蛋壳可以看到。刚刚一块。在这个郊区，首先就是它维持一个稳定的群落，后续呢物种可以自由的扩散，就对上海的整体的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。我们手里收集了很多上海的，比如说昆虫啊、鸟类、植物的这个照片。很多人有爱好，没有一个专门的图鉴去学习和参考，干脆就自己做观察手册。城市化过程当中，很多原来存在这里的乡土植物的种子就已经彻底没有了。我们在青浦采集到那个龙舌草，去的时候它在施工，挖掘机在挖，已经挖了一半，把剩下的10个左右的这个幼苗采回来成活了。如果我们那天没去，晚1天的话，挖完了就没有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没有那么功利，愿意让孩子去接触一些这种自然的东西。我们去年做的体验课，带这个小朋友设计一个给小动物的巢穴，更希望它传达一种物种之间的关系，城市和这个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会有更多的思考。仔细找一找螳螂哦。会不会闭眼睛呢？啊，正确的答案是不会闭眼睛的哈，因为它没有眼睑。我自己家有一个小花园，我也种了100多种植物，别墅也买不起嘛，就是想要一个院子，刚好这边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，开车就10分钟吧。有些居民不理解，说你怎么种都是野草，真正实现很重要的生态价值的，往往是那些特别普通、特别常见的蚂蚱呀、蟋蟀呀这种或者野草，它反而是更加重要的。我们希望恢复整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，希望它处于一个多样而且稳定的状态。我们现在也在探索，像这种超大型城市当中，应该怎么样达到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。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可能需要1代人、2代人去改变。